你好，这是流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烤面包，来做葱花面包。这款面包的特点呢，第一，做法超级简单；第二呢，是特别蓬松松软；第三个特点，也就是最大的特点呢，是吃起来以后呢，特别香，真香。首先来和面，6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6克盐，20克白糖，6克酵母，2克小苏打。先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，然后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混合。之后加入260毫升室温水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成絮状之后，加入35克菜籽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看不到干粉，我们的面就和好了。盖上盖，下面发面2个小时。在发面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来准备葱花和油酥。1颗小葱切成葱花，剁得稍微碎一点，放盆里备用。然后在盆里加入50克低筋面粉，再加入25克菜籽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放一旁备用。在制作面包坯之前，首先来准备模具，在模具的底面和侧面都刷一层菜籽油，这样呢方便后面的脱模。这是发了2个小时的面，多么漂亮的蜂窝状组织啊，发的真好。首先用倒拳的方式给面团排气，排出里边的空气，有利于2次醒发。在面板上刷一层油方粘，然后把面团放到案板上。这里呢不用揉面，直接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。之后在大薄片上面涂上我们准备好的油酥，涂抹均匀。然后从一边开始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，每叠一层，用手按一按，排出里边的空气。
之后把接口处按一按，使它粘合好。然后从一端开始用刀将长条切开，但是最前端不要切断。把切口朝上，然后像编辫子一样把面团编起来。在这期间，始终保持切面朝上，然后从一端向另一端开始盘起来。这里呢，也要保持切面朝上，这样排出来的纹路比较清晰。最后把另一端压到面团的底下，这样面包坯就做好了。之后将做好的面包坯放进刚才我们准备好的模具里边，盖上保鲜膜。下面我们进行二次醒发。在二次醒发快要完成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来预热烤箱，190度预热5分钟。判断二次醒发是否完成，就看面团的体积是否比以前长大了1.5到2倍。这是完成二次醒发后面团的样子。在面团的上面刷一层油，这样呢能够锁住水分，也能使烤出的颜色比较漂亮。盖上锡纸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刚开始的时候表面烤得过焦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把烤盘连同模具送进烤箱，下面开始烤制面包。烤箱的设置是170度，烤制30分钟。在烤制完成前15分钟左右，我们将锡纸取出来，继续烤制，给面包上色。烤好了，面包出炉了，你看这颜色多么漂亮啊！厨房充满了葱油的香味儿。用面包刀在模具的表面稍微刮一圈，然后把模具反过来，就很容易脱模了。这款面包的特点呢是相当蓬松，有嚼劲儿，特别拉丝，可以用手一层一层撕着吃，并且葱花的香味和烤面包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真是太香太好吃了，特别推荐给你。来看看我们的葱花大面包烤好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看看这颜色多么诱人啊！厨房满满的葱香味，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！你看这个内馅呢特别蓬松，并且呢特别拉丝，可以用手撕着一层一层的吃。像棉花一样软，但是呢有嚼劲儿，葱花的香味儿
淡淡的盐味儿，真香。再吃一个外皮，这个外皮呢，焦焦的、脆脆的，特别香。吃了一口这个焦焦的外皮，再吃一口软软的、绵绵的内心儿，夹杂着葱花的香味儿，在嘴里啊，那真是回味无穷，绝妙无伦呐，太好吃了。哇，真是好吃。有这一个面包，其他菜不用就，非常好。一会儿这么半个面包就下肚了。中午啊，上班带饭也好，出去旅游也好，上哪出去玩也好，带这么一个面包绝对起作用，解决问题。好，那请你吃葱花面包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